嗨，歡迎大家回到Gina TV。最近呢，我們教室來了非常多特別的同學，我就在想說，早期啊，其實有蠻多護理人員會來上課學習美業的東西。那最近呢，居然連營養師、醫師都有了。到底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在第一線的觀察。好，那他們到底是誰呢？是從何而來呢？我觀察就是有蠻多像是香港想要移民的護理師，再來呢就是在我們台灣的一些資深護理人員呢，就是他們在大醫院工作很久了，薪水很少，工作很多，終於忍不住想要轉業了。甚至呢有從美國回來的醫生來學習美業，他們跟我說，因為他們賺的很多，稅也繳的很多，他們呢想要在他們的診所旁邊再開一間店，僱傭更多的美業從業人員來創業，增加他們的收入。他們來上課呢，我就發現他們身上有3個特點是一般同學身上沒有的。第一個就是這些人其實他們有超乎常人的穩定度跟精準度，可能我覺得他們是長期要幫病人打針啊，又或者是要操作一些精密的儀器，所以他们的手其實非常的穩定，也非常的巧。他們要操作這個紋繡工具啊，簡直是易如反掌，針在他們的手上來說，簡直就是一個非常輕而易舉可以駕馭的工具。第二個就是我發現他們身上有非常強大的專注力。其實我們這裡的同學很多人呢是上課上到一半，那個精神啊就會飛出去飄出去。那我發現這些護理人員啊，基本上他們的專注力都是非常好的，可能是因為他們有受過嚴格的訓練。那我發現這一類的同學呢，他們不僅在上課的時候可以非常專注，而且呢，他們抗壓性也非常的高。第3個呢，就是其實我們美業的學習是一種技能，那它就是呢複製老師所說的東西跟所做的東西，然後自己去做操作。那我們有很多一般的同學呢，常常都會跟不上。有的人呢是腦子跟不上，有的人呢是手跟不上，知道怎麼做但是手做不出來。那有的人呢是眼睛跟不上，所以其實我發現這些護理人員，他們都是手、腦、眼睛其實是蠻容易可以跟得上的，而且他們馬上就可以複製我們的動作，然後馬上去把它做出來，所以他們在學習的效率上面呢，比一般的同學高很多。我發現這些醫療人員又或者是護理人員，他們來學習美業的東西呢，簡直就是降維打擊。像我們一般人如果要學習像是比較精深的一些漂媒技術，我們是慢慢那個隧道啊，挖金礦這樣慢慢挖，好不容易才離金礦很近，他們是直接開車咻挖到金礦。為什麼這些醫護人員會學習得這麼快呢？因為我們一般人在剛開始在做學習的時候，像是學習美睫為例子，我們要在眼睛上面去幫客人做睫毛，一般同學就會毛手毛腳，可能會非常害怕戳到客人啊，又或者是黑膠流到眼珠子裡面啊。但是像是這些醫護人員，他們在操作這些東西的時候，他就是很利落就可以把動作做完，因為可能他們原本的工作就是在做這些相關的事情。那再來就是像是學習紋繡類別的項目呢，基本上大家要跨過那個坎，就是你要拿針去戳人家啊，有可能戳他皮膚會有那個痰啊，或者是甚至有的會流血啊。其實蠻多新手同學在下針的時候都是非常的害怕，而且非常毛手毛腳。那我覺得其實要跨過這個坎其實非常困難，但是對於這些醫護人員，他早就已經跨過這個門檻啦。對他來講，就是你告訴我要怎麼做，我要這邊繃緊，那邊拿起來，然後往上彈，這是馬上可以完成的動作。我覺得他們不僅僅是學習技術，他們其實連下一步都已經想好了。舉例來說，我有一個學習做紋繡的同學，他本身是護理人員，他跟我說，他回去呢還要再去學習這個美甲的處理當嘎的這個項目，因為他說處理這個當嘎的東西呢，好像是比較少人有在做的。他從這個解決問題指甲上面呢，其實就可以找到很多他的準顧客。我真的覺得他這個想法真的非常的棒，所以他們是不是真的想很遠呢？其實這些護理人員他們來上課，我從我的這個內心都是打從120分的對他們充滿了敬意。真的，我差點要站起來敬禮了。但是我真的想到一個問題，就是不对啊，你們這些醫療人員都跑來上課啊，全部都轉正做美業，我以後也會老我也會痴呆誰要幫我開刀，誰要幫我打針，誰要來幫我換尿布？哇啊，那到底該怎麼辦呢？難不成以後真的是 AI 機器人來幫我換尿布嗎？好啦 ，Anyway， 剛剛那個我的內心戲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轉業的話，Gina老師給你2個建議。第一個建議就是全方位學習，因為一般的同學他們學習的可能速度沒有那麼快，那不一定手會做得到，所以我們都會比較偏向漸進式的讓他們去做學習與選擇。像是醫護人員在學習這方面呢，真的是速度快很多，所以我覺得你不要想太多了，你不要只學物美，你這些
眉毛、眼線、嘴唇，基本上就是相關科目，你就一次把它打包了，真的不要浪費時間，趕快把它帶回去賺錢。第二個建議就是，其實我覺得醫護人員多半對自己是比較有信心的，在操作方面。那如果你剛好對美感還有這個美術的上面還有那麼一點點興趣的話，我會建議你就是把難度比較高的飄美也一併給學了，因為其實很多初學者同學或者是其他行業的同學，他們在學習飄美是真的難度非常的高。那對於醫護人員，我覺得你們簡直就是對你們來講就是一個很輕而易舉可以入門的一個項目，這樣子就是可以讓你剛開始在創業的時候呢，跟別人直接拉開距離，會跑得非常快。那講了這麼多呢，最後我要做一個結尾，就是其實我覺得我們這些護理相關人員，又或者是醫療人員，我真的希望你們可以留在醫院，好好的為大家服務。因為我們其實蠻需要醫護人員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轉業的話，我只能說，其實你要轉業的路呢，比你想象中的還要平坦。如果你真的想要轉業的話，那我們就拼了吧！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呢，對你是有幫助的哦。Gina TV，我們就下回見，拜拜。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分享、留言、訂閱，並且要打開小鈴鐺，你就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最新消息。我是 Gina，我們下回見，拜拜。